Hello，好久不见。之前看到的影片都是很久之前的影片，就是我前阵子剪的影片，都是我还在欧洲的时候旅游的时候拍的影片，就是我去骑脚踏车去独旅的影片。因为我实在剪片剪得太慢了，所以就拖了很久，然后都还没有剪到最近的事情。我想要来讲一下，我现在其实我已经回台湾快要3个月了，还有很多之前在欧洲蛮有趣的东西我还没有分享。那我之后会慢慢的就是把它们都剪出来，然后来分享。反正现在就先跟大家更新一下我的现况，反正就是我已经回台湾3个月了嘛。然后我现在是在花莲，因为我家是住在花莲，就是台湾的东部嘛。然后我现在做的工作是一个算是 PT 的工作，part time 的工作，不是全职的工作，所以比较不稳定一点。那我另外有在找一些线上的工作，我想要尝试看看线上工作，然后赚钱。但是至于是什么工作，我就之后再公布，因为我之后做的比较好一点，我再来分享。其实我是一个蛮喜欢自由的人，就我不太喜欢被约束，所以我就觉得可以在线上工作，你就可以，我可以边旅游边工作，然后我可以不用去办公室上班，我可以在家里工作，然后就也可以省掉那些通勤时间，反正我就觉得很棒。反正我现在就是努力试试看，如果成功的话，我之后就可以尝试这种算是数位游牧的工作。那来分享一下，我最近就是我回台湾以后，我就开始有去办那个攀岩的月票。我在出国之前，我其实有跟我哥一起去攀岩，只是那时候没有办月票，那时候只是单次单次的去。那一回国之后，我们就有去办月票，跟我哥一起。那这样的话，就是每个礼拜会跟我哥有一个共同的相处时间，然后就可能一个礼拜会去个2、3次，然后我觉得还不错。同时可以跟我哥相处，然后同时可以去运动，有一个固定的运动习惯。然后也算是给我自己一些社交的时间吧。因为像是我之前在出国之前，我其实很少社交，就是除了工作的同事之外，就是女朋友跟家人，然后没有没有什么社交能量，没有什么想要跟其他人互动。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，其实我很喜欢跟人家社交，很喜欢去认识新的朋友之类的。只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大学一毕业开始工作之后，就整个就社交直接归零，完全没在社交。那现在是每个礼拜去攀岩的话，就有很多人可以认识，就会接触到各种人。就每个礼拜我们去2次嘛，就每次都一定会认识新的人，然后都会有固定一起攀岩的朋友，会互相聊天这样子。然后反正也爬了一阵子，爬得蛮认真的，爬到的手都有点破皮了。就是有攀岩过的人应该都知道，就是攀岩它那个石头都是沙沙的，你爬得很勤的话，就会手指会有点磨破。然后我也买了那个，还有那个防磨的那个胶带，它好像叫白贴吧，反正最近买的，就是最近才用到那个指腹这边破掉，然后就可以拿来防止磨破。不然还蛮痛的。然后鼻子这边也撞破，就前几天去爬的时候，前2天吧，前2天去爬的时候用破的。今天晚上我还会去爬。反正攀岩我觉得还蛮好玩的，攀岩就是它我觉得很有趣，就是因为有去攀岩过的人应该知道，它有分很多个等级，每一个等级有很多条线，就是他们会出不同的攀岩路线。我是去报时，还有不同的报时路线，然后当我破完这个等级的路线之后，我可以去挑战下一个等级，然后再去挑战下一个等级，就是我会一直感觉到我在进步的感觉，就是我觉得会多出另外一种的动力，因为有点像破关的感觉，像玩游戏的感觉，我觉得就还蛮好玩的。而且其实就算你真的等级已经到很高，没有你爬不完的线路的时候，其实每个人爬的方式也不太一样，你可以透过去观察其他人怎么爬，然后会发现哦，原来这条路可以这样爬，你就会觉得很有趣，我觉得还蛮好玩的然后在这个你去爬，每次去爬的时候，因为像我等级还不够高，我都需要去观察其他人，然后去思考这条路怎么爬，然后或者是去跟人家问说这条路怎么爬。像我之前在荷兰的时候也是，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认识新朋友的方式。我去那边，然后我就去爬，我爬2次，好像都有跟其他人聊天，然后反正我觉得还不错啦，蛮好玩的，可以认识新朋友，然后有运动，然后攀岩这件事情本身就好玩就最近爬的蛮勤的。那这就是我最近的状况我再慢慢来分享我之前在欧洲旅行的事情。拜拜。给你们看一下，
虽然还是有点乱的，不过我刚回来的时候房间更乱，因为我带了2个大行李回来，然后又寄了2箱吧，2箱都是20公斤左右的东西，然后就一堆衣服，因为在欧洲买了很多二手衣服，像这衣服，那个皮衣也是欧洲买的，但是它是新的，反正买了很多衣服啦。然后刚回来2个月左右吧，房间都超级乱的啊。最近前阵子把它整理一下，我觉得还蛮不错的，就是我觉得还蛮有那个 feel 的，就是还蛮有氛围，有点像我自己觉得我还蛮喜欢这氛围，就有点像咖啡厅的感觉了。不知道你们会觉得有没有像咖啡厅？反正就这边是我书桌，书桌还没有完全整理好，书桌有2个，然后我通常在那边用电脑。然后有时候会来这边，就是我有2个位置可以用。这边这2个沙发，然后他们的位置本来是有点挤的，然后很乱。现在就是因为我的外出服很多，我就用了一排衣架在这边。反正我觉得还不错，这边是可以健身的区域，我有一堆哑铃，然后还会再慢慢整理，然后慢慢整理成我喜欢的样子。其实已经差不多了，主要就是这些东西，就想办法把它收起来。桌上的那些东西收一收，然后应该就 OK， 我应该就会蛮喜欢待在房间的。现在其实已经蛮常待在房间，就那个氛围我蛮喜欢的。我会先抓到，然后脚摆一下。没有，那应该是你的身高比较高。是我的身高比较高。因为你左手应该刚才这个地形捏很大力。因为左脚一般这样子，我们左脚很虚。你的左脚可以踩稳，直接重心转过去。有可能。确实。我们这样一般拉在这里，有时候左脚很虚。什么踩？他其实就直接他换脚踩高，直接去了，直接左右手很简单。脚有踩到吗？你要像我那样用撑的吗？有反撑哦。就像你刚刚踩啊，就踩了之后就直接甩过去啊。哦。就不用那么慢。哈哈哈！干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抓法。你有爬完那条红色吗？红色腰带的。没有印象，应该没有。厕所旁边的。没有爬那个。这个超难跳的爬中岛。哦，你要爬右脚要上去。中岛都没碰，我想说下面那么难。对啊，我们一上去就掉下来。那就输了。1、2、3，开始。哎，跳起来，输了。那进。好累。5、6，可以拿我充血。7、8。